嗨，各位小伙伴，又见面了。那么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宇宙很大很大呀，存在了无数种可能啊。那么即使传统的科学家呀，他也认同这个观点，因为他很多领域探索不到嘛，只探索了宇宙的很小一部分。至于说未知领域的话呢，确实存在了很多可能，他也没办法否认。那比如说现在我们发现了有这个固态星球，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地球啊、月球啊，是摸得着、看得见的这种的。还有一些呢是气态星球，比如说像木星啊，它是气态星球。那么既然存在物质星球和气态星球，那必然存在跟它更高一级别的，或者说跟它持相反一面的，比如说它就没有任何形态它也不存在于我们的物质界，它只是存在于一个以太体，它是个以太星球也有可能它是一个超气态的，比如说像莱特档案里面讲的这个物质分为5个状态嘛，有固态、气态、液态。还有这个电浆态，还有一个后电浆态，那也有可能有电浆态的这种星球也说不定。至少说它是未知领域，你科学家也没办法去否认，对吧？那么在自然界里面也存在很多非物质星球，至少说科学家也无法否认的。比如说像黑洞，统称为黑洞，统称为暗能量、暗物质等等等等吧。那么这些星球呢，其中也包括了我们超脱于物质界之外的，比如说灵界的一些星球，比如说像它就是以太星球，比如说我们人体是有一个以太体的吧。以太体我们看不到，只是说我们能感觉到，或者说我们通过这种人体的这个辉光相机能够拍摄出来一些。那如果说这个星球整个星球就是个以太体的，那我们在自然界里面呢无法侦测到，只是说我们如果说我们频率更高的话，我们未来有一天宇宙这个科技发展了可以能侦测，但是现在目前来讲侦测不到。那么这个以太星球呢，它也是有自己的自然规律的，它也绕着自己的一个天体来运行，或者说没有自然规律或者说有它自己的一个运行规律去运作的，那这都是很有可能的。那像这种未知领域，我们从哪里获取信息呢？那只能通过通灵信息了。比如说有一些这种通灵人呢，他们能得到灵界的一些知识能得到一些超脱于我们物质之界的一些知识或者说一些现象来告诉我们那个星球确实就存在，但是呢，你们用望远镜看不到的，它就是一个以太体的星球上面也有很多高级智能的生物，包括我们所谓的天人都在上面今天呢，我们再来讨论这方面的一些事情。那么既然讲到以太体的星球呢，就一定讲到我们的灵魂了，因为灵魂呢跟以太体的星球是一一对应的。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灵魂投胎到我们现在目前的物质星球，就在我们地球上进行体验。那有些人呢，他灵魂压根就不会来地球，他本来就在一个以太体的星球来当他们为家，比如说像天狼星大角星或者说仙女座很多类似的这种星球。就类似于佛教吧，佛教说我们这个地球它就是我们的物质世界、物欲世界、二元对立的世界。但是在之上呢，比如有天人或者仙境等等吧，这些都是存在的，只是说在佛教用语里面是把它称为仙境在自然界里面的话，他们确实也存在，他们这个星球本来就是以太体的我们物质界是看不到的那么我们首先来讨论灵魂到底怎么来的。那我们的灵魂呢，其实是来源于这个宇宙的唯一一个最高的意识本源，我们把它称为这个造物主也好，把它称为意识本源也好。那么当这个意识本源开始震荡以后呢，它就分成很多小的灵魂，就搞了很多分身那么这些分身呢，其实想去体验更多的这种的物质世界虽然说这个物质世界是他自己创造的那么他想体验。那有些这个灵魂呢就来到地球了，地球呢可能这个升级比较快吧二元对立各种战争各种冲突等等吧。那有些人呢可能不来地球了，他可能就去其他的这个星球，比如说以太体星球，上面就没有物质界，纯粹就是这个灵界，或者说纯粹就是非物质界，所有的生命就是非物质形态的那在那上面呢可能又是一个这个环境了，又是一个成长的环境了。总之呢千万的灵魂到达了宇宙的千万个星球，每个星球的环境都不一样，有三维的星球，有纯物质的星球。比如说我们地球在几十亿年以前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纯没有生命的星球，那么这个星球也是有灵魂过来去体验，比如说做一个石头，或者说做一滴水等等吧。总之呢，这个灵魂呢从宇宙的本源意识震荡开始分散出来自己的这个分灵魂，然后呢去体验各个不同的物质世界这是灵魂的一个本源。然后呢，他为什么会体验这些物质世界？因为他好奇因为他想提升因为他想提升自己，因为他想去了解更多的物质世界从而呢来提升自己灵魂对这个整个宇宙的认识。那么也许呢，你的灵魂呢上一辈子本来就不在地球，可能在天狼星或者大角星，那这一辈子来地球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地球这个修炼场升级很快
啊，里面充满了二元对立啊、战争啊、冲突啊。包括每个人之间的业力纠缠呐，它就是一个互相纠结在一起这样一个修炼场吧。你过来之后呢，你就像打怪一样，你打了怪等级越高，你的经验升级越快啊。但是很多人呢，其实他打怪打的时候呢，他就忘了自己的本源了，他就沉迷于这个游戏了，所以呢他就回不去了。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们灵魂通过千百世的轮回。来不断找到自己的根源，就是深入浅出就知道。我先深入到物质世界里面去体验，然后呢，我再浅出来，就好像我们去打怪一样。我们来到地球呢，地球虽然这个修炼场非常困难模式啊，但是呢，它让你能够提升经验。不好的地点就是说，你如果说在这里面修炼的话呢，你很有可能会沉迷啊，因为真的太真实了，这里面的这个物欲呀，包括这种战争啊、冲突啊、人与人之间的业力纠缠呐，让你忘掉了自己的本源。那么以上呢，就给大家解释一下灵魂到底从哪里来的，灵魂为什么会来这个物质世界来体验。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时间这个概念呢，时间这个概念呢，用一句话总结，它就是一个虚拟的，人类自己定义的，它就好像宪法一样，人类就定义宪法这么着，你们都按照这个规则来走。但是其实时间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呢，人类把时间定义成，比如说这种天体的运行，什么日月星辰呐、斗转星移啊，地球绕了太阳转呐、太阳自转的、地球自转等等，以这个周期来定义为时间。那其实说这个时间具体真的是有多长？那这个如果说地球转快转慢了，什么地球绕太阳转得快转得慢，它其实感觉不出来的。那么到了近代来讲的话，人类开始发展一些这个时钟啊，比如说有单摆钟，单摆钟其实就是根据地球这个重力啊，因为地球这个重力的参数啊是基本上是不变的，所以的话呢，它如果是根据单摆来讲的话呢，再加上一些比如说空气的阻力的损耗呢，它相对于精确的计算了这个地球的重力这样一个参数来，以此来作为衡量。但是其实地球的重力其实也会变的，因为地球的质量不断变化变大嘛，哪怕是1/1000的变化，哪怕是1毫1厘的这个变化，都会引起地球的重力的变化，或者说地球经历了整个宇宙这样一个引力场的话，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的话呢，到近代来讲的话，大家觉得这个单摆可能不太靠谱吧，我们就开始采用这种石英钟。石英钟是什么意思？石英钟其实就类似于原子钟的意思了，就是说大家是以原子的振动次数来计算时间的。这个原子的振动啊，它这个时间呢是恒定不变的，误差非常小，比那个地球重力这个参数要小多了。所以的话，人类以这个原子振动的次数、振动的频率来定义时间。那但是还有一句话说，人类总是拿外界的事物定义时间，但是这个外界的事物呢，它并不是恒古不变的。比如说，这个原子如果说真的是振动速度变快了怎么办？那人类其实感觉不到这个时间，对吧？这个时间是定义的嘛。那么我们人类不可能是依据外界这些原子啊、单摆呀，或者说运行周期啊来确定时间真的是变快变慢的。因为如果说太阳系到达了宇宙的一个比较高频的这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能量很高，那整个地球的物质场都在发生变化，它的这个原子的振动速度变快了，那人类是察觉不到的。人类感觉出来啊，我就以原子的振动频率来作为一个我的这个时间的依据，但是它自己变快了，我们感觉不到，一天还是那么长，一天还是那么短，但是实际情况来讲的话，也许原子的振动频率快了100倍，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说现在目前很多人感觉到我们时间变得快，时间变快了，但是时间其实还是那么长，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相当于同步性嘛，就相当于你坐到飞船上一样，飞船速度是光速的，你感觉不出来，你觉得你跟飞船之间是一个相对静止的。那我们跟这种原子的振动频率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在此当中，原子不管振动速度多快，我们都会认为我们时间不变，但是其实时间是发生变化的，而且发生很大的变化啊。那么原子振动速度变快以后的话呢，我们这个时间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唯一一个能感知，就是我们通过内心的灵魂去感知，我们感觉时间真的变快了，我们感知时间真的变慢了。那这个时间真的就是变快，时间真的就是变慢。但是话要说过来，时间其实就是虚拟构建出来一个概念而已。那我们只有什么是真的？只有当下是真的。过去成为记忆，未来也是我们脑海中形成了一个未来。那么过去跟未来其实都是一个虚幻的东西，但是当下呢，其实是我们当下经历的一个东西。但是当我说当下的时候呢，这个当下就变成了过去了。也就是说，我们每时每刻
认为的当下都马上成为过去。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虚幻的，然后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一个幻象组成的，连续的幻象，就跟放电一样。如果这个幻象连续出现的话呢，我们就会认为啊，我们是从东走到西，从因走到果啊，是这样一个感觉，跟电影的这个片段是一样的。但是呢，你要把电影的片段全拉出来，一个一个片段来讲，它就是一个幻象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人类是抓不到我们当下的。当我们抓当下的时候呢，当下就变成过去了。当我们想去预测未来的时候呢，未来其实还是在我们脑海里面，还是个虚的概念。所以说，人类的任何一个这个场景，任何一个现在当下都是一个幻象。那么，因为这个幻象的存在呢，人类才定义了时间。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从一个幻象走到另外一个幻象中间的这样一个过程，让人感觉到是一个时间，但时间其实不存在，人类根本都没办法定义时间。原子的频率也会变化，你没办法定义这个时间。时间可长可短，可多可少，就跟我们做梦一样，梦里面梦见一生，那一生的时间，我们认为这个时间是多长就是多长，也可能我们在梦里面去走到悬崖边上。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感觉非常非常恐惧，然后呢，时间就变得非常非常慢，我们就认为这个时间就变慢了。真的是一种自己内心灵魂的这种感知，你才能感觉到这个幻象的快慢啊，幻象的快，幻象的慢，没有一个时间的概念。那么总结来看呢，我们唯一能抓的就是当下，但是当下呢，稍纵即逝，马上就成为过去了。过去、现在、未来，从理论上来讲都是一个幻象，因为你抓不住嘛，你想抓的时候它就成为过去了，是不是这个道理？然后，而我们的感官感觉到了时间快、时间慢，其实也是我们的感官，因为感官的输入可能会变化，感官的输入有可能会欺骗我们，我们只能用灵魂的去感知，就是我们的第六感呢。我们比如说冥想的时候感觉到这个时间的快慢呢，才能知道我们这个幻象到底是快还是慢，就跟你电影播这个转轮一样，播得快，播得慢，连续的幻象走得快，走得慢。这个时候你才能感觉到现在我们，也就是我们从这一生的出生到这一生的结束，是1秒钟过去的，还是100年过去的，这都是由于我们的灵魂自己去感知的。你可以是1秒钟，也可以是100年，都可以啊。这个没有一个一定的这种说法啊，它都是把这个幻象一个一个切断。过1秒钟呢，就是在1秒钟内把这个幻象全过一遍；100年的话，也把这些幻象全部在100年去拉长啊，就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时间是不存在的。所以有人说，越是我们可以摸得到的东西呢，越趋于这个虚幻；越是我们虚幻的东西呢，越趋于真实啊，就是这个道理。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这个相机啊，我这个桌子啊，我们能摸得到啊，这些东西呢，就越是真实，越让我们感觉到真实的，越是幻象啊。反而那种越是虚幻，比如说我们梦里面的东西，我们灵魂的东西，我们冥想时候的东西，越是真实。所以的话，佛家有一道理叫做色即是空。就是说我们这个所有的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东西都是空的。那空即是色的意思，就是我们内心的那个品质啊，我们内心那个思维，我们梦里面的东西啊，才是真真实实的啊。它其实一语道破天机，只是说很多人不拿它当回事儿。比如说空即是色，大家只是认为空即是色，只是重复色即是空这一道理的，其实是空即是色指出了虚幻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我梦里面的东西才是真实的。那么刚才给大家铺垫这么多话题，扯得有点远了。其实我想说的是，灵魂的整个方向是什么？灵魂的整个方向是从本源意识震荡出来，来体验物质世界。它最终的结果就是说，体验完物质世界之后还要回去的。那很多人的灵魂体验物质世界就沉迷进去了啊，总有一天他会回去的啊。只是说在当下的几百世里面、几千年里面，他还是沉迷的。他总有一天会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哦，原来这个物质世界是虚幻的呀！啊，我要回去。我的本源的意识才是真实的啊。总之的话，是一个深入浅出这样一个过程。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让我们深入浅出呢？比如说我们刚开始一个初级的灵魂来了地球，感觉各种好各种好，我就喜欢地球，在里面打打闹闹了几百世过去了啊，突然有一天觉得，地球好像是个虚拟的呀，整个物质世界是个虚拟的呀，然后它慢慢就回归了。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一个人类灵魂进化的过程，深入浅出。同时呢，我们通过一些方式也可以达到这样的状态，比如说一些修行啊，一些禅修啊，有些人甚至不需要修行，不需要禅修，就豁然开朗、豁然顿悟了，这也有可能，因为他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累积的这种的经验呢，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他突然有一天豁然的感觉啊，
原来这么回事儿，我们这个周围的大千世界都是虚幻的，我永远抓不住，怎么抓不住？当我抓住的时候的这一刻已经成为过去了。当未来的事情呢，还是在我脑海里面啊。他终于体会到现在目前的物质世界跟灵界之间的关系了，终于知道现在目前物质世界只占整个宇宙的4%啊，或者6%吧。那大部分的宇宙空间呢，都是我们未知的领域。我们的梦境呢，自古来讲的话都没有解释很清楚。梦境其实就是我们的通往灵界的一个入口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根线牵着的啊。所以说，你说长期不睡觉的人，长期不做梦的人，长期就是强迫他不许做梦的人，他整个人的肉体，整个人的状态都会完全的崩溃。因为他没有灵界那根线了，因为我们的灵魂那根线是跟灵界相联系的，我们需要吸取群体意识，我们需要吸取灵界给我们的指引，我们需要吸取一些这种能源，比如说我们睡一觉，真的是觉得精神百倍，不是说肉体上，因为有的时候你不睡觉躺在那儿来讲的话，可能你的这个精力恢复没有那么好，但是你睡一觉以后的话，你精力非常充沛，那就是说你的这个灵魂呢，在灵界吸取了它的能量了。那么简单来讲呢，我们的灵魂就是一个大写的回字儿啊，就是说我们要回去，我们要来到地球，然后我们要回去。那我们要去天狼星，然后我们又要回去，我们去火星，我们又要回去。那么同理啊，其实地球也是一个生命体啊，所有的物质星球都是一个生命体啊。那这个生命体呢，它其实也是处在一个灵魂的这样一个深入浅出这样一个过程中。它刚开始产生地球的时候吧，它就想体验物质世界，比如说地球上火山喷发呀、岩石啊、河流啊。等等吧，他就是没有生命的状态，他就想体验，等体验腻了之后呢，他就觉得，那难道我创造出一些生命来吧？创造一些生命来呢？然后呢，这些生命呢需要一个肉体的载体的话，对吧？比如说植物啊、动物啊、人呐、等等的，那我就再召唤一些灵魂过来，我就向宇宙广播啊，地球现在开放了啊，你们赶紧过来投胎吧。那很多灵魂啊，行，我赶紧过来投胎，就成了我们现在目前的地球的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吧。里面有这个动植物，里面有这个各种矿物质，里面有我们这种人，当然这里面也有我们这种外星人，也有各种天人，都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进行修炼，业力纠缠了就一锅浆糊。有些人呢能够回去，有些人呢一直沉迷进去了，就这样一个道理。但是话又说过来了，地球到达现在这个阶段，它总不能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吧？它总是还想提升了，对吧？它不可能一直停留在我们这个属于第三维吧？第三维可能有生命在里面玩，因为这个过程吧。就是它总有一天会毁灭的，就跟火星文明一样。你的人类的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基础之后吧，它总是会搞出来一点非常危险的东西啊，人类又没办法驾驭这些危险的东西，导致全球的这样的一个把自己玩坏了。那同时呢，地球呢，它其实也是想自己提升的。比如说，它下一个进化方向就是完全的非物质状态，就是以太体的星球。那这个以太体星球呢，可能也是绕着一个天体转，但是它没有物质形态了。它完全没有这种三维场的物质形态，它是一个更高的振动频率，上面住的全都是已经进化过的人类，已经进化过的生命，它以一个非物质形态的这种生命体存在。那地球肯定想往这方面进化嘛？但是呢，地球上的人类呢，有一些人呢沉迷的地球，就喜欢在这里面烂泥坑里面玩的可开心了，确实也非常爽啊。但是呢，地球真的要提升，这时候怎么办呢？只能带领大家一起提升了，对吧？首先，地球不可能进入一个真正的第5维度，就是说它真的是一个以太体，它就是一个无形的球体啊。它首先进化成一个半无形的，比如说我们的人体吧，有一半是在灵界的，有一半是肉体的啊。我们要有意识到，我们之间是有心灵感应的。我们的人呢，首先意识到我们的科技是建立在整个灵界认知的基础之上的。先达到这一步，这就是你的思维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地球正是一个关键时候，我们需要我们全人类把自己的意识提升啊，认识到灵界的存在，认识到人的这个心灵的力量，认识到人的这种灵性的力量啊。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达到一个相当于第4维度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也是心灵感应，人跟地球之间沟通也是心灵感应。当你达到第4维度的时候呢，地球呢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水晶就出来了。人类就可能会发现远古时代的一些水晶的科技了，比如亚特兰蒂斯时代，人类其实当时地球想升级没升级成人类又开始堕落回去了。亚特兰蒂斯时代其实也是人类灵性发展非常高的一个时代，它相当于第4维度了。地球也是想升级搞了很多金字塔把地球的能量给圈住但是呢，人类堕落回去之后导致了重新来一遍。地球人还想你们不想升级算了吧，我们就从头来一遍结果呢，几千年过去了，又达到我们现在这样一个3岔路口。人类到底是往更高的第4维度发展，
带着地球一块发展，还是说人类会退回到3D 的这种星球，三维的星球？然后另外呢，地球呢在整个太阳系的位置，包括太阳系在银河系的位置，包括银河系在整个宇宙的位置，它进入了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呢可能频率非常非常高，能量非常非常强。我给大家举一个物理的现象，比如说像这种太阳系吧，核心场它其实以能量形出来，因为旋转嘛，把一些物质状态都飘在这个整个这个圆周的外围，然后核心是能量场。当这个银河系走到了宇宙的逐渐的核心场的时候，它逐渐是以能量的形式存在了，它不允许你有物质形式存在。所以说，地球正在往这个方面去走，所以说导致地球不断的去进化，不断的提升自己的频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目前整个全人类，就是说感觉我自己啥都没做，但是我感觉我的频率提升了，我感觉我的感知能力提升了，感觉我的第六感能力提升了。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地球和银河系啊，有可能是往这个整个宇宙的高频的核心的这个区域走的。那如果它往这个核心区域走的话，它的频率自然就会提升。那么地球在整个宇宙里面的位置呢，其实是一个介于能量跟物质之间这样一个位置，它其实是一个边缘的物质。真正核心的这种以太星球存在的无形生命星球存在的，就像天狼星啊、仙女座呀，很多很多星球，它们相当于靠近这个核心地带，是以能量的形式存在的。那而我们地球呢，是以物质形式存在的。那可能在地球再往外的，可能就是更加茫宽的这种的物质星球了啊，它们需要一步一步往前进化的。所以回到刚才的概念，如果说太阳系达到一个非常非常频率高的这种状态区域的话呢，那么原子的振动频率就会变高嘛，变快嘛，那我们一天的时间就会变长嘛。虽然说我们拿这个闹钟测试出来是一天还是一天，但是其实是变快了，其实是我们这个连续的幻象啊，节奏变快了啊。原来过一辈子可能是我们假设说有那么一个亘古不变的这种刻度啊，来测量时间的话呢，本来说我们这个一辈子可能需要100年。可能未来的一辈子可能需要50年了，只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感觉不到它是50年，可能我们感觉还是100年啊，时间也是100年，因为我们这个相对嘛，相对论嘛，就这样一个道理。那么当地球到达一个临界状态之后呢，它肯定要提升成第4维度嘛，第4维，也就是说地球有一定的灵力感知能力了，它有往第5维度提升的准备了。那么在地球上整个生物呢，包括我们人类呢，它也需要有这种感知力啊，对吧？也要有这种临界的能力啊。整个科技建立在这个认知临界的基础上的，不再像之前否认临界、否认这种玄幻主义了，对吧？其实现在目前的科技已经达到这样的边界了，所以呢，地球必须得提升。但是呢，不愿意提升这波灵魂呢，怎么办呢？地球呢就分化了2个版本，一个版本就是4维星球继续朝着目前的这个方向去进展，可能往5维、6维发展。那么还有一个方向就是3维的地球，它可能停留在之前那个时间线了。那这波人呢就会按照之前那个自己的这种方式呢去进化自己的这样一个灵魂。比如他就喜欢在3维场玩，就喜欢在3维场沉迷，那没办法，他只能在3维的地球去发展。然后这就会分拨成2拨人。那么有2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你投胎比如我投胎到地球的3维时空在地球3维时空开始进行的玩耍。另外一种方式呢，可能你一觉醒来以后呢，你就变成了地球的第4维度或第3维度了，因为你不愿意去提升到第4维度，你也不愿意去跟着这个地球往上走，你只能在第3维度，你肯定很希望来到第3维度。当有一天第3维度地球也不存在的时候呢，因为第3维度的地球可能有一天还是会分化成更高层的地球的，那你只能到其他的这种的宇宙边缘的这样的星球去体验第3维度的这样一个世界了。所以的话呢，你可以通过投胎的形式去体验，也可以通过一觉醒来的形式，因为你的意识形态已经提升了，那你就跟上地球的脚步往前走就行了这就是整体为什么说很多扬升，就是这个概念，就是我们首先要感知更多的这种物质世界的以外的东西存在，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感知我们的这个灵魂的存在，然后我们才知道灵界的力量，才能知道灵界的规则那这个时候你就基本上已经是第4维度了。然后我们继续再往后推演呢，就是当你跟4维地球达成一定的这样一个共识的时候，往前走的时候呢，4维地球总有一天它会往第5维度走嘛。那第5维度也一样的，第5维度地球可能我不需要这个物质身体了，我就需要一个以太体了那个时候人类呢其实也是不需要整个物质肉体了，可能我人类就是一个以太体了，我不需要有一个可以摸得着的物质的形态去来依存我整个灵魂了，我直接就是一个无形的生命体，然后灵魂是附在无形生命体上的，那我们就可以在地球这样一个无形的以太的星球上
建立一个无形的世界的家园。那么这就是佛教里面的天人的这种家园了，这也是可以达到的。所以的话，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天狼星啊，或者说大小星啊，有很多很多星球都是这样一个形态，我们是望远镜看不到的。它这个以太星球啊，上面有很多很多无形的灵魂、无形的这个生命体在里面啊，进行修炼也好，或者说进行体验也好。那比如说有一天你自己的灵魂提升速度很快，你已经超过地球的发展速度了，你可以投胎到更高的一级别，比如说天狼星啊、仙女座呀比如说昴宿星啊等等嘛，它们有可能都会存在这种以太体的星球供这些无形的生命界的这种灵魂、无形的生命体在里面这个体验。那总之呢，是你自己的灵魂感知整个宇宙的空间度，比如说你只感知4%，那你就留在这物质世界玩；你感知了10%你可能就去这个4维空间玩那如果说你感知到50%的话，你可能到5维了如果说你感知到100%的话，你任你遨游了。所以说，根据灵魂的这样一个感知力来决定你去什么星球，有可能你不需要投胎，有可能你需要投胎，这都无所谓的。有些人可能通过冥想出体的方式，就到其他星球。玩了一辈子又回来，都有可能。那个星球可能是橡皮人，有可能是这个木头人，都可能的。所以就是说，宇宙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多的，即使现在科学界也无法去否认这些无数种的可能性。那回到我这个视频的标题就是说，这个灵魂跟地球一起去提升到第4维度、第5维度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扬升。扬升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灵魂的等级、灵魂的视野、灵魂的宽度、灵魂的广度。和地球的宽度、地球的广度来提升，一起提升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扬升。然后那些不希望扬升的，那些喜欢在这个物质世界去玩耍的小伙伴们，可能就会停留在3D 版的地球，或者说3D 版地球不存在的话呢，就停留在其他的这种的星球，它也是一个物质上，它可能以投胎的形式等等等等吧，反正就是肯定能过去。反正呢，根据灵魂的不同的等级、不同的这种智慧吧，来定义它到底是在哪个星球来体验。那么宇宙呢，肯定是有这个能力的，或者宇宙这个本源意识肯定有这个能力，创造出无数的平行宇宙，供各种各样的等级的灵魂在里面玩耍的各位小伙伴不用担心这个足够大，场地足够大，任你游。那么好了，以上就是灵魂扬升、地球扬升这样一个概念吧可能很多很多问题，很多这种思维可能跟你们不一样希望各位给我指正吧。如果说你觉得我的思维跟你思维有严重的冲突的话，那么请保留你自己的思维。你就可以忘掉我说的这个观点总之呢，我不希望产生任何的这种2维冲突，大家都有自己的思维希望我的这个视频里面有一点点给你启发，那就够了。那么好了，这期视频到这，我们下期见，拜拜。